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亚洲内现身一艘新航母，12万吨的排水量让全球惊叹，超越福特级。众所周知，美国已经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野心勃勃的美国依旧不满足于现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军事上，军费支出年年排第一。除了研发常规武器外，美国还研发航母。航母作为世界上目前最强大的水面作战力量，是很多国家梦寐以求的武器装备。此前有消息表示，全球首艘12万吨核动力航母即将亮相，性能远超美国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可搭载75架各式舰载机。美国媒体直言，这艘航母采用的技术直接领先全球50年。尽管美国是世界第一，但外界对美国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国家经常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威胁别国，甚至是阻止别国的发展。其中被骚扰最多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号称2号军事强国，是美国的死对头，但这个国家在航母领域的发展并不先进。目前国内没有一艘可以使用的航母，但这个国家一直在研发核潜艇。一直以来，核潜艇被认为是航母的克星，因此俄罗斯始终在研发核潜艇。看到俄罗斯的举动后，美国毫不示弱，直接研发性能更加强大的航母。虽然在我们看来，美国有很多航母，似乎很容易就能够研发出来，其实研发航母非常不易，除了要求美国有足够的科技能力外，还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有实力足够强大的国家才可能研发出来。此前据消息表示，美国海军以每艘$1的价格将2艘退役航母卖给了美国一家拆船公司，分别是小鹰号和肯尼迪号。要知道，目前许多国家都无法研发航母，而美国却以低价将航母卖出，令外界震惊不已。很有意思的是，美国正在建造的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2号舰被命名为是肯尼迪号。据了解，这艘航母的排水量达到了12万吨。与之前的航母的不同的是，这艘航母将采用核动力装置推进，还配备了电磁弹射系统，一次能搭载75架各式舰载机，具备起降 F-35C 第5代隐身战斗机的条件。从这些性能上看，如果这艘航母成功服役，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将会有很大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此前有消息传出，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服役倒计时，建造工作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当别国得知这个消息后，都表现得非常惊讶。就在外界议论纷纷的时候，美国又传出消息，美国海军又开启了2艘新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工作。美国第4艘福特级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作为美国自由航行的獠牙，美国从未放松对航母的建造工作，也没有就此止步。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和3号舰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制中，12万吨的满载排水量让全球赞赏。俄专家更是直言，领先全球至少50年。不过，美国福特号航母的辉煌转瞬即逝，服役不久就爆出众多的问题，尤其是让美国海军引以为傲的电磁弹射系统时常出现无法起飞的情况，让美国丢尽了脸面。如今外界对美国新型航母的评价众说纷纭，虽然进度赶上了，但是质量如何就不好说。之前问题有没有彻底解决，估计得等肯尼迪号航母服役之后才能知晓。与此同时，必须传出消息，一艘满载排水量高达12.1万吨的航母亮相，吨位直接碾压美国福特级，而且还能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连续航行1000天，让美国海军感到了紧迫感。国际社会现身一艘新航母的消息引起多国关注，纷纷发问：美国有这样的实力去挑衅美国航母大国身份？据悉，这个国家就是伊朗，与美国关系剑拔弩张。如今传出这一重磅消息，白宫有些坐不住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伊朗这艘超12万吨的航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航母，而是一艘军用船舶，是由一艘货轮改造而来的，但其吨位确实超过了美国福特级，舰体空间很大，能装载8.2万吨货物，不靠岸连续航行1000天。这艘莫克兰号不仅能够装载货物，还能装备导弹、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这艘航母的自动化程度很高，能在未来有可能的海战中贡献出最大的战斗力，提高伊朗海军的胜率。与这些相比，更让美国担心的是，伊朗研制莫克兰号的经验有助于研制真正的航母。若当真如此，只要伊朗恢复经济建设，其很有可能造出一艘真正的航母，届时美国恐将遇到大麻烦。不过，航母的建造工作并
并不简单，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以及工业等领域的综合考量。英国倒是具备建造航母的实力，可结果如何？掏空国库建造的2艘航母迟迟未能具备战力，无法重现当初皇家海军的荣光。就连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全球航行活动也未能挽回大国海军形象。如此看来，美国担心似乎有一点多余。美国福布斯网站12月15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新航母将影响美国的军事技术分享方式。报道称，随着中国推出新型航空母舰，太平洋将变得更加拥挤。就在美国福特号航母 CVN-78完成部署前改装之前，中国的这艘新平甲板型航母可能会下水。中国选择了这次下水的时机，以减弱福特号的地缘政治影响，将这艘航母作为一个同等的制衡力量。但003型航母的推出发出了另外一个更微妙的信号：中国的航母工业已经开始营业。航空母舰技术是一个市场，中国正在进入这一市场，而目前的市场领导者美国的行动太慢，无法有效竞争，没有积极向海外推广美国的航母技术，包括先进电磁弹射系统、创新的动力处理技术、舰载飞机或其他不太引人注目的航母技术，这是一个错误。要纠正一点，美国需要改变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分享技术的方式。随着美国努力将航空母舰技术转让给重要盟友，中国将向巴基斯坦等客户或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或巴西等有抱负的地区参与者推销其航空母舰技术。中国的技术可能与美国的并不匹敌，但随着中国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投资于保持关键技术供应商的健康，他们显然有一实现目标的战略。美媒表示，003型代表了中国航母技术最明显的发展，快速进展令人印象深刻。但真正改变局面的是中国新的电磁弹射系统。在003型上，中国跨越了2代航母弹射技术，绕过液压和蒸汽弹射器，成为美国电磁弹射系统的竞争对手。003型航母将配备一个现代化的舰载机队。中国的第1代舰载飞机可能仍需要大量改进，但在观察者看来，他们将发挥重要作用。印度洋太平洋航空母舰的热门市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机遇，该地区对能够部署现代航空联队的航空母舰的需求正在增长。美国需要一项计划来抓住已经开始的势头，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分散威慑力量。技术共享应该排在首位。日本的2艘出云级航母正在进行改造，以搭载 F-35B 战斗机。一旦决定，韩国缓慢推进的时断时续的 CVX 级航母计划将会建造多艘，其他的国家也在考虑小型航母，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正在努力推进。随着 F-35战斗机抵达该地区，各种小型航母正在展示潜力。美国正在尽可能快地部署 F-35B 战斗机到美国级和黄蜂级2栖攻击舰。英国皇家海军在太平洋成功地部署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也扩大了西方能力的范围。报道称，尽管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很少有人公开讨论如何在一个充斥着中国航母战斗群的地区作战，但上述例子清楚地表明，许多人认为与竞争对手的大型航母抗衡的最好办法是拥有1艘、2艘甚至3艘自己的航母。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一机会，并通过有效扩散大型航母技术来支持这些感兴趣的合作伙伴。敏感技术的对外转让对华盛顿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但目前专业航空母舰相关技术的发展步伐太慢，是时候制定一项战略并走出去了。报道称，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新型电磁弹射和回收系统是开始加速的天然气垫。印度和法国都在着手大型航空母舰项目，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些技术。华盛顿需要通过分享现代海军所需的基础技术，促进和加速盟友之间的海军建设。F-35和电磁技术是很好的出发点，但它们绝不应该是唯一的考虑因素。现在就介入并快速和大规模的共享关键技术，将加强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安全合作伙伴的能力，并加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早在2019年12月17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交付海军。今天，山东舰正式入列2周年。2019年12月17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1艘国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山东舰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建造的首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标志着我国进入双航母时代。图片山东舰的建造总量超过20艘超大型邮轮工程总量的总和，有20多层楼高，300多米长，3000多个舱室，好像海上漂浮的一座城市。上万台套各种设备遍布全船，许多特种装备是首次研制和安装。40多年前，刘华清将军访美登上美国航母，这是他人生中第1次登上航母。美方以保密为由，不让碰仪器。为了能看得更清楚，
楚一些。将军踮起脚尖，前倾着上身，投过去的眼神里是强烈的渴望和期盼。这一幕让人心疼。他将后半生的心血全都用在了中国航母建设上。他说：“如果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刘华京将军在2011年年初逝世，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自己的航母。如今中国已进入双航母时代，我们想告诉他：今日中国海军如您所愿，您不用踮起脚看别人的航母了。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